家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在越南的岘港，后边这个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6大海滩之一。在岘港游玩啊，必须租一个摩托车，这样才方便嘛。这是岘港的龙桥，哇，把一整条龙都搬到桥上了啊！看这个龙头做的多形象呀，惟妙惟肖的，很有气势啊！横跨在这座河上，这个河非常的宽广。远处呢有一个摩天轮，跟天津那个很像啊，天津之眼，很大的摩天轮，晚上也是五彩缤纷的，灯光很好看。看这个斜拉桥，这个灯光也是特别美。越南不错的啊，发展很快。哇，这就是岘港第1大桥，非常长。看看整个岘港的市容市貌、建设情况。斜拉桥跨在这大海上。远处是猴山，那边是造船厂，正在卸货呢。这边呢，向大海里伸出一个那个东西去，那怎么叫呢？那个东西，这里面风平浪静的，可以停很多船只，深水良港。那边是经济特区。高楼大厦非常多，这边是沿海的一条观光带。岘港的粉红教堂，越南这里很多粉红色的教堂啊，只是把教堂改了下颜色，然后就吸引很多人来啊。这边是盘山公路，这边是大海。中间有个铁路，这个铁路还在用呢啊，是岘港开往顺化的。这一段铁路非常美。这个下面就是灵姑湾，有人在打鱼。火车道啊，人家越南这个管是用那个米粉做的，很环保啊。可以吃的，不是塑料的，特别好。接受所有的嘲讽，抱在空，勇敢的向前走，心灵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那么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你的光都驱散黑暗，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好满足啊！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岘港，这个是灵姑湾。这边发现一个抖音网红的拍照的地方，过去看看啊。哇，他用这个小竹筏子把他们运到那个去，然后在这儿拍照。这个地方就能拍出网红抖音的那种感觉。你看那有一个枯树枝，上面还坐了几个假鸟。那边正在拍婚纱照。哇，美不美？用这个大山作为背景，山顶上云雾缭绕，这是一片清澈的湖水。这摄影师
看这边在教他摆什么动作，有很多种造型。那边还有圆形的那个，那边有那个，这是什么呀？别墅吗？应该是别墅。海上小屋。这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特别宁静，特别安静。这么好的网红打卡地，就这么几个人，而且还不要钱，免费的。啊，拍照10块钱，是他们给你拍啊，你自己拍是不要钱的。这个地方是免费的。还有这个簸箕船呢，簸箕船，当地的这个很有特色。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同样是网红地啊，这个地方绝对秒杀国内的什么丽江啊、大理呀、洱海啊，又免费，景色又好，最关键啊是人少。你看看这地方，没啥人。好，这个视频拍到这里了。我是一个人在越南旅行的旅行博主，喜欢我的话点个赞吧。正在上山，要去前面那个云雾缭绕的山里面。哇塞，这一段路走的真是太爽了！沿着这个海边的公路一直上山。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岘港，岘港的海云岭，海边的一座山。这个海云岭海拔也就500多米，它山顶上有一个海云关，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类似于中国的雁门关那种吧。你看它下面就是大海，这边是南越，这边就是北越，它是一个分界线了。所以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这个山顶上修了很多军事的这个堡垒，但是现在都残破不堪了。想想以前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这里还有碉堡，看那个机枪的那个眼儿，里面的孔很小，外面的孔很大，这就方便里面的人观察外面的情况，然后把机枪架在里面就开始扫射了。这儿也有一个碉堡，这碉堡的下面还可以钻进去呢。上面这个，这边也是很多旅行团的，这个也是残破不堪的一些残迹。这一段路啊，骑摩托车上来是最好的，一路上风景特别美。你看这个关口上面写的海云关，用汉字写的。像不像长城的那个瞭望塔？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要下山了。岘港的这个海岸线真的是太长了。我骑摩托走到一个无人的一个海湾，这个风景特别美，但是一个人都没有。看。因为它海岸线特别长，所有游客都集中在那个美西沙滩那边。这边好多这种无人的海滩，那个是最高的山，山顶上云雾缭绕的，没有多少米，几百米。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水汽比较丰富嘛，所以这个山顶上都是云雾缭绕。这海边很多这个香蕉树啊。
这下面还有火车呢，看到那个火车道了吗？蜿蜒曲折的，沿着这个海岸线，一直到顺化了。这火车道从这山底下穿过去的，好想在这上面找一个无人的小岛呀！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岘港的飞机场，马上要坐飞机去河内了，去越南的首都。这个票价非常便宜啊，我买的这个飞机票，150人民币，800公里的路程啊，特别划算。之前本来想坐那个火车的，但是火车我查了一下，座位软座也是150，硬卧铺的话就200多，软卧就是300多，这票价差这么多，而且火车要走16个小时，800公里走16个小时，等于1公里走50公里，这么慢的速度，然后票价又贵，那果断选择坐飞机呀，是不是？在越南真的坐火车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飞机加公路，长途就是飞机，短途就是公路。因为它那个公路的大巴车都是卧铺嘛，在上面躺的也挺舒服的。像我从胡志明到芽庄，芽庄来岘港都是坐的那个大巴车。已经检票进来了啊，跟大家说一下越南的交通吧。这边的铁路真的不发达的，大部分都是靠汽车和飞机，根本没有什么高铁之类的啊。所以这边有很多这个廉价航空，所以它票价比较低嘛。好像泰国也是这样的，泰国也是火车不怎么好，但是飞机场飞机很多，然后票价也很便宜。美国好像也是这样，是吧？美国也没有高铁，好像世界上现在火车最发达的就是中国了吧？各种高铁呀、特快呀，是不是？速度又快，票价又便宜，环境又好。登机了。坐上飞机啦，靠窗的座位。越南这边真的是男的空少啊，好像没有空姐啊。上回去胡志明也是，都是男的。哇，下面的云像棉花糖一样。现在在海面上啊，大海上面，就沿着海岸线在飞啊，能看清海岸线吗？这里，这一条线，哇，看得好清楚啊！云上飞行。大家好，我是大海。啊，你好。我现在在越南的河内，今天下午从岘港坐飞机刚过来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河内著名的这个叫什么呢？环建湖是吧？环建湖。环建湖，这是一个公园，在这儿碰到几个中国来的朋友啊，好朋友。在中国在越南找老婆。他们都是从国内来越南找媳妇儿的。机会。这个环建湖啊，就是这个越南河内著名的中国光棍找媳妇儿的公园。找光棍脱单圣地。来这找媳妇儿，这个地方必须要来啊！我这转了一圈，都看到好多中国人了。又是来找师傅的。哎，你们说一下自己情况嘛。喝上来。啊？
受伤，这是你第几次来啊？看啊，四个屌丝啊，没毛病吧？没毛病，老铁没毛病，双击666。有钱人不需要来这儿找是吧？对，我们是从小。哎，这个大哥来几次了？越南？第一次来吗？他来了20多年了，都没找到。这次有什么打算吗？准备交几个回去。这个大哥讲讲嘛。我在越南第一次来越南，我想找4、5个老婆回去。他说越南很好找的。哇，你们的理想都很大呀，都4、5个的找呢。要为国争光。你呢？我有1个就够了。那你有什么计划？打算怎么找呀？不能天天在这湖边溜达呀。不知道你得有个什么渠道嘛。我们先回去啊。自己一个朋友回家去了。我是今天下午才刚到河内，吃了个饭，到这个公园已经晚上5点多，天都黑了，就碰到这几个兄弟在这转悠呢，寻找目标呢。看到单身美女就上去撩去。明天呢，我再找他们聊聊天，看看这边是什么情况。大家关注我啊，明天看后续情况。拜拜。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岘港，这个是岘港的火车站。岘港是越南的第4大城市，带大家看看这个第4大城市的火车站啊，去坐个火车。这个岘港，人家当地人叫大囊，大囊，为什么翻译过来就翻成岘港了？这怎么翻译的呢？这是搞不清楚。广场上有一个火车头，是做纪念的吗？这很小的一个广场，到前面那儿就截止了。这边停了很多摩托车，因为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进去这个大厅里看看啊，右手边是一个喝茶的地方，他们这边人真的好喜欢喝茶喝咖啡呀。哇，这个大厅也是特别小啊，一进来就是这个入口，那边是检票的，一刷那个票上的2维码就进去了。票就是一张纸啊，这边就是售票的，那有一个柜台，那也有一个柜台，就2个售票点。这边就是等车的旅客，后面是小卖部，就很小的一个地方啊，不像咱们一样，那个排着一大堆人。这边也是候车的，这个时间不到呢，还不进去。发车时间快到的时候，就从这里检票进去，里面还有一个售票的，还有一个候车室。这边有个候车室，里面的更大一点。这个检票口跟我们那个地铁票，坐地铁那个闸口还挺像的，跟地铁那个非常像啊。从这里一刷2维码，门就开了。这边还有个小门，看看里面是什么。啊，这也是个候车的地方。这边是小卖铺。火车要开了，坐车的人就这么少。他们的车票就是这一张纸。后面火车来了，都已经来了，他们这儿才开始检票进去坐车。这边是进站口，这边就是出站口了。这火车下的人都从这里出来。很小一个车站啊，门口这出租车都过来了，黄色的出租车。这个车站就这么大啊，
这就是整个广场了，坐车的人也比较少，在国内也就是县城的水平吧。为什么坐车的人少呢？因为这边的火车票价很贵。你像从这个岘港到河内，800公里左右，你座位的票价是150，卧铺的票价要200多，但是要坐16个小时，你想想这个速度很慢，票价又贵。你想想这个飞机票多少钱？飞机票也是150，2个小时就到了。所以票价贵，时间长，坐车的人就很少。我订的是飞机，然后中午11点的飞机，我们河内见啊！我去坐飞机去了。好的，这就是越南岘港火车站的情况。我是一个人辞职出来旅行的旅行博主。喜欢我的话，帮我点个赞吧。谢谢大家观看啊，拜拜。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巴亭广场。这个广场跟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非常像啊，带大家看一下。一来到这个广场啊，就感觉特别熟悉，因为我在北京也待了6年了，天安门广场也去了很多次，所以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正对面这个就是胡志明的纪念堂，里面有他的遗体。这个大的广场呢，就是国庆节会举办一些阅兵活动啊，一些庆祝活动。这儿有个旗杆，这是他们的国旗，一个五角星。这边是草坪，对面就是那个大会堂，开会的地方啊。大会堂上面是一个绿色的当地人叫绿帽子啊。越南人这边也很喜欢戴绿帽子。你看前面这个浇水的这个大哥，反正人家这边觉得 OK 啊，没问题。前面这个黄色的这片楼就是他们的外交部，法国人遗留下来的建筑。这种大会堂一看就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啊，就是这种建筑。对面那个黄色的那个楼呢，也是法国留下来那一片呢，是他们的中央总部，相当于中南海吧。现在政府他们就在那边办公呢啊。再说一下，重点说一下这个胡志明纪念堂。这个胡志明是活了79岁，1969年去世的。那他一生是没有结婚的啊，所以也没有后代。因为什么呢？其实他是有女朋友的，但是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他说他的愿望就是国家统一，南北统一。国家没有统一，他就不结婚。所以直到他去世，国家都没有统一，就是南越和北越都没有统一。所以他也没有结婚，这是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一生啊，太让人敬佩了。所以越南现在都称他为国父，他把自己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看一下这两边这个标语，这边写的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那边写着胡志明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都是导游讲的啊，我也不认识这个越南字。刚才我蹭了几个导游。这个地方很多台湾的旅行团，还有韩国的旅行团啊，跟在台湾导游后面蹭了很多那个讲解，好像没碰到几个大陆的旅行团。最后说一下，这个胡志明为什么姓胡呢？现在他本来是姓阮的。是因为他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啊，被蒋介石国民党逮到过，投到监狱里面呢。有一个中国人，姓胡的中国人，帮助了他，所以他把自己的姓由阮改成胡了，所以叫胡志明。正步走，这个士兵看着好年轻啊，16、17岁。现在是换岗时间，应该是跟天安门广场那个类似吧。好的，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我是辞职出来旅行的旅行博主，喜欢我的话点个赞吧，拜拜。
对面这个是蜗牛店啊，吃蜗牛的。看这门口生意多好呀！我进去看看啊。这刚煮好的。哇，这满满2大筐，这一天要卖好多呢，生意特别好。还活着呢，在这上面，在这桶上面爬着呢。看这边很多人吃的。好，怎么吃？把这酱料，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啊，然后就是这个啊，他帮我挑一个啊。OK，I know。Thank you。他要喂我吃吗？哇，他喂我吃了。Sit down, please。我去，8万块钱这一碗，8万等于24块钱嘛。小的是6万，大的是8万。这是调好的酱料，哎呀，太有意思了！看这满满一大碗啊，很大的这个蜗牛，这是叫蜗牛吗？还是叫什么呀？这家生意很好的。我操！我一个手拿着手机，一个手弄不了这个呀！哇，太好吃了！我这个剥好了，剥好了一起把它吃掉，特别爽啊！这种感觉。哇，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茴香吧？这个东西一股那个像鱼腥草的味儿一样。这个是葱、姜和辣椒。月亮下，影纷飞，是谁家的姑娘？我走在了那条小桥上，楼上，桥边歌唱的小姑娘，眼角在流淌。你说一个人在逞强，一个人念家乡，烽火模样。你落大方。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这个是环建湖边上啊，有一个莲花剧场，这边表演他们越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木偶戏。刚买了一张票啊，10万越南盾，相当于30块钱吧，去看一下这个表演啊。这个美女带我进去了。
结束了，好精彩呀！看这个水还挺深的，都到屁股这里了。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木偶怎么在里面动起来的呢？是人钻在这水底下吗？我没有看破啊。全是老外啊！演出结束出来了，他这儿卖很多这个人偶，就这个刚才他表演时候用的这些道具。呀，这个就像是我们的皮影戏似的那种。刚才很多用到这个小人儿，这个老虎之类的。哇，来看这个的，你看都是老外啊，都是旅行团，没看到有中国人。中国人去购物点了，不来这种地方，只有老外才看这种东西呢。大家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啊。我身后这个就是河内的2号线地铁，中国帮他建的啊，已经建好了，但是一直没有运营开通。这个地铁站其实早就修好了，前段时间看新闻呢，说是也试运营了一段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正式开通。这个是吉林车站啊，它的首发站，看看它所处的这个地段，繁华的路口。车来车往，非常繁忙。现在外面用这个铁栏杆围的呢，还不能进。外面停的都是摩托车，里面的大厅那儿有楼梯可以上去的。你看这儿有个标语，写的“中国中铁六局向越南人民问好”，这说明是中铁六局帮他修的地铁。这有几个保安一直在这打牌呢。它这个地铁站啊，吉林车站，下面都空的呢，应该是底商，2楼和3楼是走地铁的。它这都是这个地上的啊，架的高架，其实不应该叫地铁，应该叫轻轨更合适。全程都是轻轨啊，都是这个高架。目前呢，除了这条线，其他的都是日本帮他们在修。中国修的这条线呢，早就修好了，日本帮他修的呢，那还不知道啥时候能修好呢。而且预算又提高了，从这也能看出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综合实力确实是提高了，修的速度又快又便宜，这效率很高啊。这说明越南他们还没掌握这种技术呢。虽然说他现在发展的也很快啊，但是他还没有能力自己修地铁，所以要别人来帮忙。给中国点赞吧！这个地铁还有一段路是修在湖面上的，这转了个弯儿，还挺漂亮的。这上次我在胡志明市拍地铁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留言说，河内这边有地铁了，早就开通了。这哪有呀？这都没有开通呢。日本帮他们建的，还没建好呢。眼见为实啊！我亲自来到这儿了，所以河内的地铁并没有开通。好，就是这样。我是辞职出来旅行的旅行博主，喜欢我的话帮我点个赞吧，谢谢大家，拜拜。圣诞节马上来了，这马路两边的商家，哇，全是卖这些圣诞帽、圣诞衣服、圣诞礼物的。因为这边很多欧美人的，他们过圣诞节也不回家嘛，在这边过圣诞节。这是这边的交通比较混乱啊，
啊，这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这边是卖法棍面包的，就是面包里面夹各种肉啊、鸡蛋啊、蔬菜之类的。就是这个，我买了个夹鸡肉的。已经好了，用这个装好啊。看一下它里面都夹的啥：鸡肉、黄瓜，还有蘑菇，还有青菜，它都混一块了，是加热的，特别好吃。越南很多这种咖啡馆，就是门口放了很多小凳子，很多人就坐在门口喝咖啡，非常休闲。受法国的影响啊，很多这种街边拐角的地方就是一个咖啡厅。看这个滴漏咖啡啊。就这样一滴一滴的从这个上面的这个里面滴到下面的杯子里，啊，很考验耐心啊，滴得很慢。然后这儿还有冰块，这个是蜂蜜还是牛奶呀？这旁边是一杯茶。看一下这个滴漏咖啡啊，是用这个把它压一下。然后它就会滴到下面去。喝的时候呢，加点冰块。哇，这冰块好大呀！再倒点牛奶，全倒进去吧。多放一点冰块啊，因为越南的天气比较热嘛。搅一下。OK。这一杯滴漏咖啡就 OK 了，然后让它慢慢再往下滴，边滴边喝，时光就这么消磨掉了。然后再吃点瓜子儿。这边的生活真的好悠闲啊！在这边我觉得喝的都不是咖啡，喝的是这种心情啊。看他们这边的人就往湖边一坐，然后一杯咖啡就能喝一上午，要么喝一下午。大家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这个是李太祖广场，李太祖就是我身后雕像的这个人，他是越南的创始人啊，给大家讲讲这段历史。先说一下啊，古时候的越南跟现在我们地图上看到的越南不是一回事。古时候的越南就只是河内这一片，就是越北这一片。那时候这里还是中国的领土啊。在什么秦朝、汉朝、唐朝时候，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归中国管的。那么到什么时候它独立出去的呢？到五代十国时候，就是宋朝刚建立的那时候，它独立的。那个时候呀，中原各地都乱得不行了，各个军阀割据。就是在那么混乱的时候啊，这个人雕像的这个人，就独立出来了，把越南独立出来了。所以赵匡胤建立北宋的时候，他也没有精力，来把这个领土重新夺回去，因为他要忙着周边打那些小国家呢。这个越南比较远，他也抽不出精力来。慢慢的，这个越南就正式独立出来了。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以咱们的眼光来看，
他就是封疆裂土的奸臣，是不是？把领土从中国分出去，但是他在越南人的眼中呢，那就是英雄啊，带领越南人民脱离中原的控制，独立建国，这是个功臣，在人家眼里这是英雄。所以这个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评价啊，很神奇吧？听一下越南人怎么称呼他的，就能知道他在越南的地位。他们称呼他李太祖，太祖的意思就是一个朝代的建立者。你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啊，这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创始人啊。所以这个人的地位很高的，在越南。对着地图讲一下啊，他刚独立的时候呢，他的领土就是北边这一片，河内下龙湾这一片，南边这黄色的呢都不是。这时候他就需要扩张。北边的中国呢，那他肯定不想招惹了。那么东边是大海，他过不去，他只有往西边打，西边打老挝。但是如果你打老挝的话，泰国和这边有个缅甸，他们不答应了。如果让你把老挝吞并了的话，你的实力就强了，到时候万一来侵略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泰国和缅甸就一起帮老挝对抗他。这样的话，他就往西边打也没戏了，那他只有往南边打。南边打的很顺利啊，一直打到这个顺化、岘港、芽庄，最后把胡志明这边都打下来了。所以他的这国土呢就长成这个样子，长条形的啊，和那个智利的国土特别像，南北特别长，东西特别窄。虽然说他已经这么大一片领土了啊，但是他和中国的关系呢，还是这个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那么从什么时候呢，连这层关系都扯断了呢？就是法国人来了以后，法国人占领这里开始殖民的时候呢，和中国打了一仗，在这个两国交界的地方啊，但是和法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是中国虽然战胜了，但是签了协议对中国很不利。这时候呢，中国就承认法国是他唯一的宗主国了，中国就和这个越南彻底没有关系了。然后这个法国人呢，就在越南开始他的殖民统治，然后就不让用汉语啦，要学法语啊，然后建了很多法国式的这种城堡啊、建筑啊，然后法国的这些文化呀、喝咖啡呀、吃面包这种文化就在越南流行开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影响力那就降低了，慢慢的法国的影响力对他非常的深刻。直到这个二战的时候啊，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又把法国人赶跑了，日本开始殖民这里。那法国人被赶跑了以后呢，他没地方去了，为什么呢？法国的老家被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灭国了啊，法国这个时候就逃到英国去了，在英国成立一个流亡政府。这以后呢，日本就一直统治着越南，一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这个时候法国也是战胜国啊，他又恢复他的国家了。这个时候法国一看，哎，日本人走了，他又卷土重来了，然后又开始想殖民这个越南。这时候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就和他对抗，又开始打了9年多吧，终于把他赶走了。但是当时是冷战时期啊，美国一看，资本主义的法国被打败了，社会主义的越南要赢了。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他又支持南越成立一个政府，然后和北边的胡志明打。最后呢，他直接干脆就自己参战，飞机大炮就轮番轰炸啊，打了将近有20年左右吧。最后他还是打输了，打输美国就撤走了。这个时候呢，69年胡志明已经去世了，75年美国人撤走的时候，撤走以后北越就把南边打赢了，就统一了越南。后面的历史我们就都知道了吧。79年的时候又跟中国打，被咱们揍了一顿。说起来越南也是个倒霉孩子啊，先是跟法国打，跟日本打，然后又跟法国打，又跟美国打，这每一个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最后这越南终于被打老实了，是吧？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打仗，所以他的经济很落后啊，国内被打得稀巴烂，一塌糊涂。
后来越南呢也开始学习中国，改革开放啊，开始发展经济了，因为实在是太穷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这就是整个越南的历史吧。我只是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啊，大家听我讲这段历史呢，不要抠字眼。大概的它的历史发展是这样的。好的，就先讲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个赞啊，转发一下。青旅的楼顶是一个餐厅，早餐免费的，环境还不错吧。午餐、晚餐也有，是单门收费的。看看越南的这个城市，河内的城市，都是这种小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因为这个是老城区，现在刚吃完饭，人都走了。早上时候的餐厅都坐满了，全部是老外啊，欧美的老外，他们也不回家过圣诞节去。这圣诞节马上就来了，布置的还挺好。这外面还有个小的阳台呢。但是最近这个胡志明都降温了，下雨，就不出去了。水果，这西瓜、香蕉随便拿，吃完再去那边拿。煎2个鸡蛋，2片面包，还有一个香肠，这咖啡，还有茶什么的，还有饮料、果汁，随便喝，非常棒啊！营养早餐。哦，它这个鸡蛋都没有煎熟啊！你看这个蛋液，我一吃都挤出来了，挤了我一脸。看这蛋黄，老外就这习惯，吃生的。哇，你这来这个装修蛮好的啊。这边是休息的地方，有美女在这里玩手机。这边是沙发区，看这个墙上搞成这个罗马柱，还挺浪漫的。这儿有个电脑可以上网，看看楼上啊。哇塞，好大一个游泳池，特别棒。但是最近这个越南河内比较冷啊，最近就是降温了，天天下雨。这要夏天来了，可是爽死了。看一下这个大厅的整体，非常宽敞明亮。坐在这里看看书啊，玩玩手机都挺不错的啊。前面是那个接待大厅，这边是休息区。里面就是房间，先看一下卫生间吧，干净整洁啊，非常好。尤其是这个热水，洗个热水澡非常的舒服。看一下房间，住的人稍微有点多，我住在这儿，上铺。这个都有帘子的，有帘子可以稍微有点隐私。这边有柜子，柜子是带这个智能锁的，一刷卡就开了，很大一个啊。大家好，我是大海，现在我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火车站，要坐火车去那个亮山、中越交界的那个地方。这个是叫一个龙边火车站的地方，就在市区呢啊，特别的小。刚才我路过的时候，都不小心走过了，不仔细看你都错过它了。后面就是繁华的市区。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越南的火车里面什么样啊？火车马上就开了，现在是早上7点10分，上去看看啊，看看里面。这边是硬座，也没几个人。哇，是竹子的座位，木头的，中间也有这个小桌板，挺宽敞的啊。这都可以在这边睡觉，这都。它这个内部整体和中国是差不多的，这个行李架呀、窗户呀、这个窗帘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座位是对着的，这边是冲那里，对面是冲这边，交界的地方就四目相对了啊。跟中国唯一不一样的啊，就是这个车上面是提供 WiFi 的，看前面这里有 WiFi 密码。再就是这里呢，每一个座位上呢都有这个插座，每一个座位上都有啊，而且它还有这个小桌板，就跟飞机上那个是一样的，这个是挺合适的啊，挺人性化的。到亮山了，早上7点1刻的车，现在11点20了，160公里走了4个小时。亮山离中国18公里了，过几天就回国了，大家关注我啊，拜拜。大家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在越南的亮山。这个亮山是中越交界的一个边境城市。我来越南旅游已经有20多天了，过几天我就回国了。跟大家讲讲这个越南的历史吧，因为我对这个也比较爱好一点。古时候的越南呢，其实是中国领土，但是那个时候的越南呢，仅是指越北这一片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内这一片，不包括南边啊。那么这个越南是什么时候独立出去的？是在这个五代十国和北宋过渡的这个期间。那个时候就是中原军阀混战嘛，然后北宋的赵匡胤建立了宋朝。那个时候呢，他还顾不上这里，他主要刚建立宋朝的时候呢，还要消灭周围这些诸侯、这些军阀势力，所以就趁这个间隙呢，越南就独立了。虽然说它的这个国土面积越来越大了吧，但是它和这个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都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它也用汉字，用儒家文化，然后也有科举制，就是和受中国的影响非常深吧。那么什么时候连这层关系都断掉了？就是法国人来了以后，法国人来了要殖民这里，然后和中国打了一仗，就在我身后这些大山里啊。往前走18公里，就是中越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友谊关，在那个时候呢叫镇南关。那个时候是18几年的时候，就是慈禧太后那时候。你想想，中国那时候正是鸦片战争的时候，但是这场仗中国是打赢了，打赢了，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很屈辱，历史书上叫这场战争呢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就是说，中国虽然赢了，但是签的协议呢非常的屈辱；法国虽然输了，但是签的协议呢对他很有利。签了这个协议呢，那中国就正式放弃越南了，法国人呢就成了这个越南的新的宗主国了。法国统治这里以后啊，肯定要去掉中国的影响，所以不让用汉字，废除儒家文化，然后推行这个法国的文化，是不是？所以现在越南还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吃面包的习惯，都是法国人留下的。那法国人是什么时候被赶走的呢？就是2战的时候。2战时候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把法国又赶走了。这个时候法国就特别搞笑，
这里被赶走了，他的老家也回不去，因为他老家被德国占领了，所以法国呢就跑到英国去了，在英国成立了流亡政府啊。这以后呢，日本就一直殖民这里，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那日本就撤走了。撤走以后，法国一看，哎，你日本人走了，我的机会又来了，是不是？他又卷土重来了。卷土重来呢，就和胡志明领导的这个越南人民又开始打仗，打了9年左右吧，法国也没有打赢。当时世界的格局啊，就是这个冷战时候美苏对抗，这个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美国一看，资本主义的法国要输了，社会主义的胡志明要赢了，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所以美国就支持这个南越成立一个政府，和北边的胡志明对着干。最后呢，美国就直接参战了，这就是著名的这个越战。越战打了20年啊，最后美国也没有赢，灰溜溜的回去了。在这个打越战的时候，69年，胡志明就去世了。美国是75年才撤出这个越南的，所以美国一走呢，那北边的这个北越很顺利的就统一全国了。那越南就好不容易统一了吧？统一了，我们回忆一下越南跟别人打仗的历史啊，先跟法国殖民者打，然后跟日本人打，然后又跟法国打，最后跟世界第1强国美国打，连续打赢了这么多这个世界强国。什么结果呢？越南有一点点飘了，有一点点膨胀了，是不是？然后他做了什么事呢？开始挑衅中国了。最后大家都知道了，被咱们揍了一顿，揍老实了。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啊，越南连续打了这么多年仗，其实他国内的已经一穷二白了，国内打得稀巴烂。然后越南呢也老实了，那么他也发展经济吧，他也学中国一样改革开放了。这就是越南整个的历史啊，简简单单，给大家概述一下。我是个那个历史业余爱好者啊，说的并不是很准确，大家不要抠我的字眼，听个大概就行了。好，就是这样啊。过几天我就回国了，后面就是咱们中国的边境线啊。喜欢我的话，帮我点个赞吧，拜拜。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谅山，我打算坐车去那个芒街，从芒街回东兴回国。大家知道在国外自由行最难的是什么地方吗？就是这个问路啊，问这些信息。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汽车站去买票，那你就要问汽车站在哪儿，这个车票是多少钱，什么时候发车，一共有几个车站，你还有时候会走错。然后这些信息你需要问别人，问别人吧，你语言又不通，你怎么问？你打电话吧，打电话你也跟人沟通不了呀，所以这个是最难的。今天我找这个车站，刚才我就是有2个汽车站，我去的那个南站，现在要往北站走，去了还要打听好这些车票这些信息，就是这是自由行最大的障碍。后面就是到这个汽车站了，就是这个车站。哎呀，找他找了1个小时了。因为这边越南好多人也不会英语的，简直无法沟通。咱们中国和越南交界的地方大概有3个关口可以回国，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那边的那个河口关口，一个是这个谅山的关口，过去就是友谊关，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要去的这个东兴和芒街的关口。我们东兴见啊！求你别留下陪我，无需要为我太多。
与你承受結果，容許我維持自我。無數中途在這邊休息一下，買點吃的、喝的飲料。我們坐的這個車，你看這邊這個車更好，盲接到河內的，你一過關就可以坐這個車。這裡面還有毯子呢，這個座位也更舒服一點。這是福特的旅行車嘛？越南這北邊都是大山啊，一路上這翻山越嶺的。看這路上有竹子呀、芭蕉樹啊。這還有個加油站呢。雖然是在大山裡，但是它這個路修的還挺好，一路開車都很順利。很多騎摩托的，大家來越南也可以自駕摩托，從北騎到南，然後把摩托一賣就回國了。哇塞，我已經到這個芒街了，東興口岸，從諒山過來的，坐汽車4個小時。看我們對面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激動呀！過了這個門就回國了，但是今天還不回去啊，在這邊再玩1、2天，先找個住的地方去。這都是等待回國的人，都聽他們說漢語啊，在這拍個照，做個留念。好，這個視頻拍到這裡了，大家關注我，我是辭職出來旅行的旅行博主。拜拜。它這還有油條呢。這個是細米粉，這個是稍微粗一點。這些咱也不知道是啥。那邊有那個大鍋，進去一煮就可以了。聽不懂他說啥。下午就回國了，回國之前在這兒再吃碗米粉吧，越南米粉。看它這兒有漢字的，都是雞肉米粉。看雞肉米粉，很細的這個米粉，然後雞肉。這給了我一碗是菜，這怎麼吃呀？這都是生的。啊 ，OK。Thank you， 我要了2個雞蛋，本來想讓他荷包蛋呢，他估計沒聽懂嘛。剛開始他要生的給我打到這個碗裡，我說不要，然後他沒聽懂我是啥意思，然後給我煮了一下，你看煮成這樣了，蛋白都去哪了？他們這邊都是生吃啊，直接把雞蛋就打到碗裡了，生雞蛋。我是吃不慣，這雞肉好像沒熟啊，咬不斷吶。這一堆青菜也不知道是什麼菜，好像有薄荷，這個味道特別怪。我就吃了一口，剩下的，把這個雞蛋吃了吧。哇塞，這蛋液全流到嘴裡了，趕緊喝一口湯。你看這邊的招牌，雞無路走，這是什麼意思呀？這是越南人開的這個米粉店，但是他想做中國人的生意，起了個中文招牌，這一看就是谷歌翻譯的。不通順啊，咱也不知道啥意思。大家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在越南啊，越南的这边，河对岸就是中国啊，看一下。
看到那个远处那里有一座桥了吗？那个就是这个东兴口岸和越南芒街的那座桥。这座桥那边就是中国，桥这边是越南。这是一个河道的三岔路口，太神奇了。桥上面还有很多人呢，正在通关。这有一个中国水文的一个监测站，应该是监测这个河面水流量的一个地方。这里热火朝天的正在搬货呀，去看看那边啥情况呢？很繁忙的样子，应该是卸的水泥吧，石灰。这个把那个路都染成白色的了，应该是石灰。这个船一个一个的靠在岸边，然后靠人工一袋一袋的扛上去，一个一个的人把这个扛上去的，苦力活啊。那边还有很多船呢。在越南这边呢，都是这个修的很高的，河边的修的很高。中国那边呢都是斜坡。你看越南这边都是很高的这个城墙。中国那边呢，那边有那个铁丝网，有拦住了。好神奇啊，感觉这边是越南，对边是中国，就隔着这么一条河，会游泳的就游过去了。这边有个楼梯是可以上来的，开着一条船过来就上来了。上来越南这边是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边防的，我直接从那里走过来了。这一条这个沿河的公路都是自由的，没有人检查什么的。但是大家看一下中国那边，这沿河的都被那个拦起来了。这边有个中国海关的这个蓝色的牌子，中国那边应该管得严。越南这边相当的随意了。给大家看看越南这边这个边境的河岸边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边上是一条公路，里面都是房子。在公路上随便走啊，没人管。越南这边人口很少的，你看这些大片的空地都没有人的，这些都是小别墅啊。他们人口聚集在往里走个2-3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没人来平时。再对比一下咱中国这边，哇，中国人口真的很多啊！这边上住的全是人啊，全是房子啊。你看这个楼上，从这晾衣服就能看出来，这个楼里面住满了人。这有几个人蹲在这儿看呢。这两边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越南这边这个房子都是这种的小别墅，中国那边呢都是这个集体的这个楼，居民楼。从外观上看差别就挺大。下午我就去海关过关了，从这里不能过去啊，这里就算偷渡了。看啊，在这个界河这里看到3个越南美女，他们在吃东西呢。这个是界碑，对面就是中国啊。我在越南这一侧，看看他们吃什么呢啊？杨桃蘸的这个什么东西啊？吃的还挺香。Hello。他们不会说汉语，沟通不了。后面是中国啊。
这个以这条河为界，这边是越南，对面是中国，这里是越南的界碑，太神奇了啊！就远处那座桥，就是那个过关的地方。这条河没有多宽，看一下越南这边都是比较空荡吧，因为越南人口少嘛。这河边都是房子也没盖多少，都是这种小别墅。这边还有个中国寺庙呢。但是中国那边呢，你看一下，那河边盖的密密麻麻的，全是房子呀，人口密度太大了。从那边那个桥上一过来，离得不远的地方，就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大楼，这是赌场啊，越南的赌场。这个就是中国的大楼了。有个美丽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做阿国基群。她清澈的眼神，美过路的水，让我流连忘返。她转过身，她甜美的笑容似阳光，轻轻温暖着心房。她的善良温暖着整个村庄。想我爸爸妈妈也喜欢。这马路对面搬个小板凳儿，在路边坐着的，拿个大盒子的，这都是换钱的。人民币换越南盾的，他那铁箱子里全都是钱。这马路边好多呀。村庄传来忧伤的歌谣。看这儿有卖这个帽子的，绿色的帽子，你值得拥有。天就快亮了，我的心却哭了，酒却始终喝不醉。我不敢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不醉，哇吧吧吧不醉。大家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在越南的芒街，身后就是这个中国和越南交界的地方。过了这道门就是中国的东心，这两道门之间就隔了一条河啊。这个过了口岸呢，很多这个摩托车司机在这儿等着呢。这个门口等车的这个大叔问我去红灯区玩过没？好啊。你去过对面吗？啊，去过中国吗？去过去过的。挺有意思啊。这些人是刚从中国过来越南的。我要去那边是出境的，哎，入境的。哦，马上要过这个桥了。过了桥就是中国了啊！步行过关啊，步行回国。下面这条河，以河为界。看那边，在这个地方，不要开玩笑啊！开个玩笑就是国际玩笑。拍拍身上的尘土，要不国土流失了。在这边买点东西，这国际贸易。在这边你要和人有个纠纷啥的，国际纠纷。哇，这桥上这是干嘛的呢？这么多，做生意的吗？桥上好热闹呀！这是从中国运货回来的吗？看不懂啊！看这儿写的东兴口岸，
右边是入境人员通道，左边是出境人员通道。哎呀，看到汉字好亲切呀！在这座桥上留个影啊，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座桥。这个河不是太宽，回国了。看下面这个河就这么宽，其实徒步也能过来。大家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已经从越南回来了啊，在越南玩了1个月，今天做个总结吧，主要从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啊总结一下。我是11月28号去的越南，12月25号圣诞节回来的，玩了将近1个月。先说一下我花了多少钱啊，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去的时候机票400块钱，在越南坐了一次飞机150，走的时候我从泰国去的时候呢，换了100美金的现金，相当于700块钱。我去胡志明呢，换了3000块钱，然后去河内又取了1000块钱，这几个加起来呢，相当于5000多块钱，就5000块钱吧。1个月花了5000块钱，这个花费其实很省了，很节省了。像我住的都是青旅，都是那种床位房，如果你要住那种单间啊，住酒店，你花费会更高。衣食住行啊，先说一下穿衣。越南非常热的，基本上你穿短袖就可以了，短袖短裤。现在冬天他们都这么热，你要到夏天了，更热。现在那个首都河内还是比较凉快点，需要加件外套。其他地方都是穿短袖短裤就行。再说一下吃的啊，吃的话。越南都是吃米粉，还有那个法棍面包。米粉呢都是10块钱1碗，但是这一碗呢你吃不饱，这时候再加一个面包就正好。喝的方面啊，越南的咖啡是一定要喝的，越南的咖啡店真是遍布它的大街小巷，而且那个咖啡店啊价格很便宜，品种很多，只有星巴克1半的价格。我真是把那边咖啡我喝了个遍几乎。而且咖啡馆环境很好嘛，在里面聊聊天呀，发呆一下午的，当地人就是这么过的，很悠闲。衣食，再说一下住和行。住的话，我住的都是青旅嘛，床位房，很便宜的，一晚上30多、40多，这就算好的了。你要是住那个酒店，那就各种价位都有了，好几百的、上千的都有，星级酒店，这就看大家的那个财力了。你要是穷游的话，这种青旅是最合适的。最后就是出行方面，越南的交通真的很方便的，它这个飞机票非常便宜。在越南呢，基本上他们都是平时骑摩托车很多很多。市内因为它没有地铁，所以它通勤都是靠摩托车。如果你是短途呢，那就是大巴车。那种大巴车是可以平躺的，卧铺的大巴车。如果你要长距离的那种出行呢，那就是飞机，而且这个越南的飞机非常便宜，从胡志明到河内1800公里才200多块钱的飞机票，非常划算。这个距离相当于北京到成都的距离也是1800左右，你想想国内有这么便宜的机票价格吗？200多。还有这个越南的火车啊，火车就建议大家不用坐了，那个速度又慢，票价又贵。越南的火车真的不发达的，整体消费嘛，越南其实消费还挺高的。我1个月花了5000块钱，供大家参考吧。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啊，就是说越南安不安全？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挺安全的，治安情况也很好。只要咱们自己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半夜了12点了，你还在街上乱逛，还有呢，你自己去那些赌场啊那些地方，我觉得作为咱们游客来说，
白天出去玩是非常安全的，没有问题的。再就是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啊，这个出关入关呢也都没有被收小费，这个情况呢我都没有碰到，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放心的去吧。好了，越南的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下个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去的这4个国家整体的一个感受吧。我去了尼泊尔、印度、泰国和这个越南，我也是第一次出国啊，什么经验都没有，然后也不会英语。下个视频说一下我整体的这4个国家的感受吧。欢迎大家收看啊，到时候，拜拜。大家好，我是大海。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一个人国外自由行的经验啊，攻略。我是一个人，3个月时间，我去了4个国家，去了这个尼泊尔、泰国、印度和越南。先说一下我花费啊，我花费刚才算了一下，一共花了17800左右，不超过2万，比较节省啊。为什么我能这么省钱呢？4个国家才花了2万块钱。其实我分析了一下，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有一半的钱是花在这个住宿上了。你只要能把住宿的钱省出来，那你就能省很大一笔钱。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这个房间，你如果出去住的话，一晚得200多、300左右吧。那我住的是青年旅社那种床位的，那种床位房一天才30多、40多。那你这个房间200多、300多，你如果住这种房间一晚上就顶我住青旅5、6晚、6、7晚呢。所以我把住宿的钱省出来了，这就是整个花费啊。再给大家分享几个 APP 吧，非常实用的。就是如果你订房的话，你就用 Booking 和 Agoda 这2个软件，在东南亚他们都通用的，非常好用啊。还有如果买机票呢，你就去携程，去这个马蜂窝，去飞猪。你在携程上买的机票呢，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然后你拿着这个邮件去机场换机票就可以了。再就是地图，出了国呢，你要么用那个 Google 地图，我用的是百度地图，因为我的是华为手机，我用不了那个 Google 地图啊。我也不会翻墙，然后也不会下载那些东西，所以我就用的百度地图，还可以，不是很好用啊，但是还可以够用。再就是语言不通的话，需要下载一个翻译软件，我用的也是百度翻译，当然还有什么有道词典啊，这些都可以用。其实语言呢并不是必要条件，你像跟我一起去那个印度的那个石头哥，他一句英语都不会，他从尼泊尔去了印度，其他国家他也去了很多，他一句英语都不会，一个人跑到那个印度最尖尖上那个位置，印度是倒三角的那个地图嘛，他跑到最南边尖尖上那个地方，所以英语并不是这个障碍，不会英语也可以出去玩。这个沟通的话，你靠一些手势呀，一些简单的单词都可以听懂对方的意思的，你胆儿大就行。还有一个是怎么办签证啊？签证你上淘宝就可以了，像东南亚这些国家，淘宝都有代办的，200多、300多就帮你办好了。办好也是一样的，他会给你邮箱里发个邮件，然后你把那个邮件打印出来，拿着这个签证就可以买飞机票，可以过关了。还有一个是在当地买电话卡的事儿。你如果从国内出发的话，淘宝上也有这些当地的电话卡，你在国内买一个就可以了。去的当地也可以买啊，但是当地的话你语言不通呀，沟通又不好呀，所以还是在中国出发的时候就买好。再就是这个换钱的事儿。换钱的话也是在国内出发的时候你就把当地的钱换好，这个去银行你去预约，一般都可以换得到的。如果换不到的话，那你就换成美金，美金都可以换的，拿着美元去这些国家就可以了。美元的汇率损失是最小的，而且全世界通用，非常好用。对了，还有很多人呢不知道护照和签证是什么意思。护照呢就相当于在国外的身份证，你只要出国就必须办护照，护照去你当地的
公安局出入境去办理去，大概15个工作日就办好了。签证是什么意思呢？签证就是你要去这个国家，要事先征得人家的同意，人家说你同意你来，会给你一张纸，上面说同意，你才可以去。如果你没有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你不能去。这就是签证。有的是免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国家不需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直接去就行了，这个叫免签。什么是落地签呢？落地签就是说事先也不用征得他的同意，我下了飞机以后现场办理，这个叫落地签。所以这个是护照、签证它们的区别。你有护照才可以出国，有签证才可以去这个国家。去了这个国家呢，你买机票，去当地住宿都需要用登记你的护照。护照就是国外的身份证，就这么简单。最后再分享一点感受啊，因为国内现在流行一句话嘛，说有钱的在国内玩，没钱的出国玩。出国玩一趟呢，比国内还省钱呢。我这个感觉，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国外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即使是收费啊，也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10块20块的，就收费特别少。你像那个泰国，很多都是免费的，还有这个越南，哎呀，这免费的太多了，那些什么大教堂呀，那些总统府啊，即使是收费都10块钱、20块钱。还有那个惠安古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呀，免费。你像国内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个丽江古城，还有什么凤凰古城，这都收费很多的。所以说国内旅游很费钱的。你买了门票了，进去还有什么大巴车的费用，还有那个索道的钱，完了进去那些买水呀、买吃的都非常贵。所以在国内旅游很贵的，在国外旅游反而便宜。还有就是你过年期间从北京飞的泰国的机票比北京飞三亚的机票还便宜。所以说这个国外旅游很便宜，国内旅游反而贵，这就是我花钱少的原因。哎呀，我这出国一趟玩一趟，我明年我还要出去，过完年我还要去这些东南亚，把这些剩下的国家我都玩一遍。好，暂时的计划就是这样啊。如果大家有想去的话，也可以私信我啊，到时候咱们可以组个队一起去。我一个人去还是比较孤单的。好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啊，拜拜。大家好，我现在在广西的东兴口岸，这个是中国的界碑，身后河对面就是越南啊。到河边去看一下啊，这儿很多越南人过来做生意的，像他们戴这个帽子的都是戴着这个斗笠，他们卖一些土特产什么，还有卖烟的。像他们过来都会说汉语的，跟他们买东西都是汉语就行了。你看这一边这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卖这些小饰品什么的。这是个三岔河，这个两条河汇聚的地方，河这边和河这边都是越南，只有这边是咱中国。对面那个原色的金顶，那个是赌场。这个栏杆下面有铁丝网，不让翻过去啊，也不能下去。那有个门给锁住了。沿着这条河往那边走一走，这河边都有玻璃，给围住了。这边有人摆摊啊。在边上摆摊的这都是越南人啊，他们戴着这帽子一下就分出来了，都是卖一些鼻烟的、一些药啊、香水之类的，还有香烟，卖烟的特别多。看桥上前面那个桥就是通关的桥，看一下。
从桥那边就过去了。中国这边是出去的时候检查你的证件，从这个桥过去，那边是越南入境的时候会检查一下，就 OK 了。这边好多人呀。那边有那个越南风情街，都是卖的越南的特产，去看一下。你看这边好多越南人在这边摆摊儿，这个里面就是都是卖的越南货，包括水果呀、服装呀，反正就是越南特产嘛。看卖榴莲的，老板，榴莲多少钱？18块。18一斤吗？啊，这边还坐了一排人，都是卖烟的呀，各种烟啊，都是越南烟。这边都是卖榴莲的，还有那个百香果、释迦果、芒果。看，他们越南的女生戴这个斗笠，男生呢戴这个绿色的帽子，非常好分辨。这都是从越南玩回来了，已经。这大包小包的行李箱拿的，这都收获不小呀，看来都买了很多东西回来的。这是从那个刚回来，这个地方是出口。这旅行团呢，全是拿的行李箱啊。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呢？大家好，我现在在广西的东兴国门景区，从这里过去几百米就去到越南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大门口，一直走几百米的地方就一座桥，这桥这边就是越南了，咱们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条河为界。这条河叫北仑河，河水不是很宽，10来米吧。这么长的河啊，只有这么一座桥。这边是中国的海关，这边是越南的海关。中国过来这一片呢，都是好多商贸中心，卖东西的呀特别多，卖这些越南特产的，还有旅行社。咱们到这边去看看啊。前面那个就是国门了，这边最多的就是旅行社了，各种旅行社啊，只要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一日游。所有手续他们帮你办。对面也是，全是旅行社。那边集合要过去玩的游客很多。前面那个口岸，这边右边是入境的，右边是出境的，左边是入境的。到这个出境的通道了，从这儿过去，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出关了。出关时间是8点到晚上9点。如果你不出去的话，在这边也可以走到那个河边，去看看对面越南长什么样。我带大家到对面越南看一看啊，从这儿过去，一日游。我现在在越南的芒街，身后就是这个中国和越南交界的地方。过了这道门就是中国的东兴。这2道门之间就隔了一条河啊。这个过了口岸呢，很多这个摩托车司机在这儿等着呢。哇，这游客太多了。这里就是进来的第一站，都在这儿等着呢。这两边都坐满了，都在等这个大巴呀。哇，这个游客从那个大门口一直排队，一直排到这儿来了。这大巴一辆接一辆，坐满就走。这个东西是很小的，坐这个大巴车也就10来20分钟就转一圈了。
他们这个签证好像当天就得回去，就是一日游。这边大巴车来了，这么多人在这儿等着呢，这都是过来一日游的吧？全是中国人啊，坐上大巴去市里面一日游，去里边看一下。这个大楼在招租啊，只有1层有人，那楼上都空的呢。现在中国人